自全球疫情来袭、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全球粮食市场动荡剧烈，各类粮价一路飙升，俨然一副粮食危机风雨欲来的局面。为着粮价攀升，欧洲国家纷纷呼吁效仿石油战略储备计划，提前储粮，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粮食短缺问题。但搞笑的是，西方世界将储粮战略任务分配到了中国头上，要求中国释放20%粮食储备，以平衡国际市场面临的粮食危机。那么，目前全球粮食市场情况究竟如何？欧盟又为何直指中国粮仓，极力要求中国放粮？2022年4月，俄乌战争爆发的2个月后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突然表态，这场战争严重影响了全球粮食安全，其后果是2战以来前所未见的。一场粮食危机正向人类走。在大西洋对岸，美国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。该研究所依据世界主要粮食价格变动大小，按照顺序分为红、橙、绿3档。俄乌战争以来，大豆、小麦、大米等主要农作物纷纷由绿转橙。进入2023年下半年后，粮食市场主要农产品和油料产品全部亮起红灯，且持续时间之久，一度刷新了纪录。从现实情况来看，各粮食单位的事情不无道理，因为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，都是全球最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国、出口国。2021年，俄乌两国在小麦、玉米、葵花籽3项农作物出口国中均位列前3。可战争爆发后，两国对外粮食出口大幅下降。乌克兰在2大海域的主要港口均遭到俄军轰炸，这逼迫乌克兰只能动用铁路将粮食运往波兰、罗马尼亚等国，再远销至更远区域。但对于粮食贸易来说，铁路运输载货量远不如货运轮船，成本却会提高10%至15%。最关键的是，乌克兰与欧盟国家铁路轨距不一致，铁路运输贸易辐射范围十分有限。另外，战事对民众人身安全的威胁，战争前线对劳动力人口的征集，家园被毁后民众的流离失所，这些因素让乌克兰的农业劳动人口一降再降，粮食产量只能日渐走低。与此同时，战火对乌克兰农田造成的破坏同样不容忽视。2022年之前，乌克兰小麦播种面积约为650万公顷，但战后预计收割面积只有400万公顷。玉米的播种面积也从540万降到了330万。至2022年底，乌克兰播种总面积仅有700万公顷，而战前农业部策划的播种面积为1500万公顷。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，无不推动着作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将粮食出口量一减再减。另一边，同样作为粮食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情况相对好一些。战争爆发之初，俄罗斯仍保持着较高水平粮食出口。2022年3月份，俄罗斯小麦出口为170万吨，同比增加54%，但整年的出口量低于战争爆发前。并且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，俄乌两国还在不断缩减出口，大批小麦进口国库存告急。到了2022年末，欧盟、美国、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组织纷纷创下近9年来的小麦库存最低点。粮食库存的持续走低，直接造成了国际粮价市场的波动，一场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似乎就要来临。粮食短缺，粮价上涨，敦促各国纷纷出台出口管制措施，并疯狂增加粮食储备，确保本国粮食供应稳定。早在2022年3月，多个国家就已经开始宣布停止粮食对外出口。俄罗斯率先打响粮食禁售的第一枪，宣布停止对欧洲的小麦、黑麦、玉米出口。乌克兰紧随其后，宣布暂停燕麦、小麦、家畜等农作物和农产品的对外出售。匈牙利宣布禁售一切谷物，阿根廷叫停了豆油出口，摩尔多瓦将仓库内的小麦和玉米封存。受俄乌冲突影响，全球粮食市场迎来巨大动荡。可实际上，全球粮食总量并未出现短缺，农产品单位产量的提高，东南亚国家粮食出口的扩大，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俄乌战事带来的粮食总出口减少。联合作农组织统计表明，2022年全球小麦产量同比增长 1.1%， 这意味着俄乌战争并不会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，但恐慌情绪还是让各国纷纷竖起贸易保护主义高墙。而常年依靠农作物进口的欧洲国家则纷纷出台削减关税政策，以求短时间内扩大粮食进口和储备。该举措的后果是造成全球粮食需求量继续增加，并导致粮价居高不下。各国又据此采取更为激进的粮食保护主义政策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另外，欧盟还着手推出一项15亿欧元的农业危机处置基金，计划规划出400万公顷土地种植农作物，但这仍无法化解西方世界的粮食恐慌情绪。于是，无从进口农作物的欧洲各国纷纷将目光瞄准印度，然而一向大放出口的印度也加入了农作物禁售行列。印度是全球排行前列的农作物出口大国，大米出口全球第一，占据全球大米出口量的40%。
然而，从2023年7月开始，印度接连颁发多条大米出口禁令。7月20号，碎米、印度香米率先被列入禁售名单。8月25号，真谷米出口关税被提高 20%。8月27号，香米出口最低价被提高到了1200美元每吨。新德里一系列大米限售令下来，减少了印度1000万吨大米出口。原本刚刚有所缓和的国际粮价市场，再度因为印度的大米管控出现剧烈波动。更头疼的是，印度的禁令引来其他国家的纷纷效仿，阿联酋也将大米列入禁售名单，国际米市规模再度缩减。泰国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虽积极寻求扩大生产和市场，但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弥补印度留下的巨大空缺。印度对大米出口的限制加剧了西方世界的粮食危机。此前，印产大米因价格低廉颇受欧洲欢迎，全世界23个国家严重依赖印度大米出口，孟加拉、尼泊尔等国对印度大米市场的依赖更是超过 90%。尽管印尼、尼泊尔等国对此表达了极为不满，但莫迪政府仍宁愿背负背信弃义、置农产品原定合同于不顾的名声，也不愿在大米出口上做出让步。印度政府的强势之举俨然将大米贸易保护主义提到了台前。眼看莫迪油盐不进，欧盟各国只能放弃印度市场，转而将目标对准了粮食储备更加丰富的中国，试图将贸易保护主义的帽子强行加到中国头上，逼迫中国为西方分担粮食安全危机。为稳定粮价市场，欧洲各国提出打响粮食战略储备战。要想达成这一目标，首先意味着市场能够提供足够多的粮食供给。放眼全球，能满足欧盟这一要求的国家只有中国，因为中国向来有储粮的传统和习惯，且常年位居全球储粮量的首位。美国农业部表示，中国储有全球 69% 的玉米、60% 的大米、51% 的小麦。日本媒体报道，中国拥有全球1半以上的粮食储备。西方世界通报的数据并不是空穴来风。2021年，全世界小麦总产量 7.78 亿吨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小麦产国，小麦年产量常年维持在1亿吨以上。除小麦外，中国的玉米产量位居世界第2，大豆产量位列世界第4，大米产量位居世界第1，其余各项主要农作物产量，中国均位居世界前列。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从外部进口农产品以填充粮仓。而中国之所以在农作物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况下，仍要从外部进口产品，最大的原因是维持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。中国人从古至今便有储粮的习惯，中国的储粮历史一度可追溯到8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。中国不同于西方，我们以农业立国，农业和粮食是经济命脉，是关乎亿万子民生存的国计民生，这是各朝各代无不将粮食储备摆到治国安邦地位的原因。建仓储粮以备不时之需，这是中国人未雨绸缪的智慧体现。储粮制度是在不破坏市场秩序的前提下，通过维持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以应对未知风险。当粮食危机出现时，粮储可以做到稳定价格，保证粮食供应稳定，最终达到维系民生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。因此，中国的粮食储备不同于印度的粮食贸易保护主义，中国也绝不可能置14亿民众的民生大计于不顾，冒着缺粮的风险替西方分担危机。为了施压中国，迫使中国开仓放粮，欧洲各国将贸易保护主义的帽子强加给中国，甚至恶意揣测称中国提前获悉俄罗斯准备发动对乌战争，所以才会大规模储粮。但西方世界的险恶用心绝不会得逞，中国的粮食储备计划也不会中断。粮食专家预测，未来30年，中国粮食需求与储备将持续走高，多元化粮食供应与进口格局的打造势在必行。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，中国民众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但一口粮远远无法满足民众粮食需求。至于只会甩锅他人的欧洲各国，与其绞尽脑汁转嫁危机，倒不如扩大农业生产，摆脱对外部的粮食依赖，如此方为治国安邦的正途。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·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今天的中国已经比巅峰时期的苏联还要更强大，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被中国主导的世界里面。这句话似乎也已经说明了今天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的一种担忧，以及美国遏制中国的理由。而且这句话从各种角度而言都是一句实话，而非是美国特有的那种捧杀。苏联和欧洲一直都是美国的战略重心所在，亚太地区对于美国而言，其作用更多是遏制苏联的一个方向，而非主导美国总体战略的地区。而在苏联解体之后，美国逐渐地将自身的战略重心向东转移，
开始面向亚太制定新的战略。可以说，冷战的胜利是给予了美国巨大的信心。美国一度认为其在当今世界的霸权是完全不可撼动的，而任何对美国产生威胁的新兴大国，都是对美国的霸权还有国家安全的挑战。因此，美国不惜以牺牲他国利益来维系自身的安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就成为了当时对美国而言最大的一个威胁。只不过，此时中国对美国的威胁，并没有到令美国感到畏惧的地步。因此，当时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，更多停留在一个敲打的层面上。例如，银河号事件、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，以及王伟撞击事件等等。客观来说，我国在这些事件上并没有太大的损失，只是每件事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大。可是实际损害却远远没有如今的贸易战更大，因为美国并不想真的把中国推向对立面。从中美建交以来，美国就一直都在尝试将中国纳入西方的贸易体系和价值体系之中，只不过中国的自主性太强了，以至于必须要敲打一下。既然仅仅只是为了敲打，那么自然也就没有联合俄罗斯的必要了，美国自己就能处理。但是由于911事件的突然发生，美国陡然间陷入反恐战争之中，这又逼得小布什政府不得不和中国展开合作。反恐战争客观上缓解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，也使得中国开始了爆炸式的发展。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，中国的发展速度更是快得惊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的确在事实上产生了对美国的威胁。因此，在奥巴马上台之后，立刻就开始着手重返亚太，毕竟这个时候再不遏制中国可就来不及了。但是当时中东地区对于美国的拖累依然很大，美国没法放开手脚来遏制中国。直到特朗普时期，美国才开始将中国定位为全面的竞争关系。科技遏制和贸易战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。拜登政府则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，甚至加深了对华遏制。而在今天，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为危险的一个对手。中国与苏联不同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非常的稳固，并不是美国能够通过颜色革命就能够颠覆的国家。而中国在产业上更是门类非常的齐全，这也使得中国在贸易上对美国没有依赖，反而已经全面脱实向虚的美国对中国在贸易上存在依赖。而通过这样的优势，我们成功将自己与美元同样绑定在了一起。美国一直以来都在依靠自己的美元霸权来割全世界的韭菜，通过加息降息来蒸发他国的财富，再通过高价值的美元来收购他国的重要产业。然而，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，美国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，或者说是让中国来背锅。因为只有拥有全产业门类的中国，在当时还有余钱。因为当时中美贸易已经被牢牢绑定，我们不想被全球金融危机波及，就必须得购买大量的美债，储备大量的美元。原本美国是希望让中国背锅，结果因为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债和美元，反倒导致中国在每次美国收割其他国家的时候，中国也能够跟拿一点利息。也就是说，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，美国每一次通过加息降息或者美元贬值来捞钱的时候，中国都会跟着赚一笔。即便是在冷战时期，苏联的京沪会也没有对美国产生这么大的威胁，世界经济框架依然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。哪怕是苏联，照样还要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。而苏联对抗美元霸权的手段也非常的粗暴，就是用卢布和美元硬刚。但是卢布的市场规模和美元根本就无法比拟，所以苏联的失败其实是一种必然。但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将自身与美元绑定，先通过美元来赚钱，从内部摧毁美元体系之后再谋而后动。如今人民币也在逐渐地走向国际化，并且对美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。而中国的对美国科技霸权的突破更是令美国无比警惕。一直以来，美国科技产业的定价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完全就是一个黑箱，因为很多科技只有美国有，以至于这些科技成本如何也只有美国知道。
也就是说，美国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。但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只能乖乖地给美国送钱，因为这些科技他们自己都没有。事实上，即便是巅峰时期的苏联，一样也要接受美国科技霸权的收割。但是中国因为是全产业门类国家，所以在科技发展上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因此，中国也成为了全世界首个打破美国科技霸权的国家。这也使得原本在科技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的美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。因为中国可以少赚一点，把定价定得很低，而且因为产业规模和人工成本等原因，中国的成本本来就比美国更低。例如，一台笔记本美国卖1万元人民币，中国可以只卖6000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还能挣得到钱吗？世界各国又不是傻子，所以美国必须要想办法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。所以美国开始极力地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，并且对中国发动半导体战争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在美国夜以继日的针对之下，已经逐渐变得半死不活，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已经大减。而这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，那就是美国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联合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呢？美国世界霸权的基础来源于对欧洲的控制，一个欧洲加美国在曾经就能够占据全世界1半以上的经济规模了。但是欧洲并不愿意被美国控制，欧洲之所以被美国控制，是因为美国抓住了欧洲的2大命脉：安全命脉和能源命脉。欧洲科技和工业都很发达，也不差钱，但是唯独就是没有能源，这方面欧洲很依赖美国。而欧洲还有一个邻居叫俄罗斯，这个国家能源规模和军事力量非常强大，欧洲完全无法抗衡，因此在安全上，欧洲同样依赖美国。那么如果俄罗斯能够加入欧洲阵营，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，那么欧洲还需要美国吗？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，而且俄罗斯一直都希望加入欧洲国家。注意，当年的叶利钦并不是亲美，严格来说其实是亲欧。那么对于美国而言，俄罗斯必须是敌人，也只能是敌人。哪怕俄罗斯和美国如今已经没有根本冲突了，哪怕美国就是为了保住欧洲，也必须要让俄罗斯成为敌人。至于联合俄罗斯一起制衡中国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如果让美国选一个国家，是让俄罗斯崛起还是让中国崛起，那么美国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让中国崛起。因为哪怕中国崛起了，中国奉行也是不称霸的战略，美国照样还有欧洲，照样还是列强，还是世界大国。但是如果俄罗斯成功借尸还魂，那美国不仅无法成功遏制中国，还会失去欧洲。美国可能还是一个列强，但是却无法继续作为一个世界大国。美国2次世界大战取得的优势可能会全部失去，到时候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加欧洲3大势力共存的局面。而且话说回来，就算是现在美国想要拉上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，恐怕俄罗斯人也不会相信美国了。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，俄罗斯发自内心的希望加入西方，但是却被美国拒之门外。后面俄罗斯更是一次次的被美国战略欺诈，北约都扩张到波罗的海了，俄罗斯哪里还敢信美国？上次普京贸然相信了乌克兰的停战协议，结果将部队止步于基辅。但是没想到美国和欧洲就趁着这个空窗期武装了乌克兰，结果直到今天俄乌冲突都还没打完。前车之鉴，这还没过去几年，俄罗斯哪里还敢相信美国？俄美联合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概念，永远都无法实现。